多的球迷朋友，晚安，你好，欢迎收看由气牌20年为您带来的赛事服务。我们在今天2月15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今天带的这场赛事是男子组，由地主屏东台电要对上桃园台湾产险。 那同样，我们在今天呢有3场的赛事转播，接下来2场比赛呢都是有男子组的赛事登场。首先看到目前的战绩表，连庄目前15胜3败，那另外屏东台电呢12胜4败，那另外前段班呢有3支球队都在5成以上胜率，美金龙呢是11胜7败。那另外稍后呢桃园三大有线跟康体呢也都会在我们的频道当中为您带来转播以及赛事的服务。 首先介绍本场好，要介绍这场比赛的裁判。首先，第一裁判王启瑞，第二裁判蔡君姿。台东县。第二裁判蔡君姿小姐，来自台中市。第一司线员邱廷伟先生，来自屏东县。 第二司线员林明忠先生，来自屏东县。好，这场比赛2位司线员，第一司线员邱廷伟，第二司线员是林明忠先生。接着为您介绍本场比赛控制委员、审判委员王伯荣先生，来自台南市。 裁判技术委员王元成先生，来自好，这场比赛2位场边的委员，审判委员王伯荣，裁判技术委员王元成2位老师。好的，欢迎所有喜爱排球运动的球迷朋友来到热情的国境之南，美丽的屏东县。 今天呢是气排20年屏东台电男排主场日的第一天，他们今年的口号叫做万众一心，2个英文的句子 ，One Go， 就希望每一场都能够克敌制胜 ，One Dream， 希望在今年气排20年的殿堂能够争取最高的荣誉，所以大家乘着所有支持他们的心，万众一心，希望每一场都能够帮屏东台电争取最高的一个荣耀。 那相信刚刚球迷朋友在入场前都有拿到屏东台电为大家准备的应援拍拍扇，以及在球场的周边都有好玩的抽奖活动。那不要忘了，稍后屏东台电的主场的赛事结束之后，我们也会特别安排全员的签名会，欢迎所有现场球迷朋友、喜爱台电的球迷朋友一同共襄盛举。 好的，那今天精彩的比赛即将开始，现场的球迷朋友们，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了吗？好的，那在精彩赛事开赛之前，当然现场也莅临了非常多的长官贵宾，就由主持人洪清这边来为各位来一一介绍。首先为各位介绍中华民国排球协会龚建荣理事长。 紧接着为各位介绍中华民国排球协会企业联赛推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胡忠明主委。下面一位介绍中华民国排球协会黄国光秘书长。下面一位贵宾呢，来自台湾电力公司人力资源处沈树礼处长。 处长今天特别从台北下来，每一场赛事都一直心系着屏东台电以及高雄台电，再次感谢处长的莅临。接下来同样来自台湾电力公司娱乐活动推行委员会王淑娟执行秘书，执秘好。紧接着要为各位介绍辛苦筹办2周的企业联赛屏东站的赛事，来自屏东县体育会排球委员会叶日展主任委员。 下面一位介绍来自屏东县体育会排球委员会钟祥平总干事，同时也是屏东县雾台国小的校长。好的，在介绍完长官贵宾之后呢，请大家把目光先转移到我们的客场球队，要展现出我们屏东乡亲的热情。要来欢迎的就是客场球队桃园台湾产险的球员以及教练团阵容。 首先来介绍桃园台湾产险球员及教练名单：3号潘义荣
5号林谦，7号林廷伟，8号施宇翔，9号甘茂宏，10号林锦龙，11号钱玉成，12号刘玉玲，17号张安成，18号高宇浩，19号林立森，20号刘少瑜，26号陈柏勋，36号艾妮，执行教练郑周义先生，教练魏云龙先生，以及教练许家腾先生。好了，介绍完客队的球员以及教练团之后，这边温馨提醒大家一下。稍后呢，体育馆将暂时将场灯关闭，请各位入场观众小心行走。我们暂时呢会先将场馆的场灯关闭，请各位观众小心行走。好的，关灯之后呢，也请球迷朋友们打开您手机的手电筒功能，一起为我们的地主球队应援用灯光点亮屏东体育馆。好了，马上要来介绍的是我们地主球队屏东台电男子排球队进场。率先出场的是屏东台电男排领队雷电教主饶佑珍出场。第2位进场。管理钟淑慧小姐，接下来来欢迎的是屏东台电队的教练团，率先登场，欢迎教练叶志坚先生，以及教练李正曼先生。最后来欢迎的是执行教练闪丸张善元。紧接着继续为各位介绍球员阵容，率先出场背号4号中间手林志川，紧接着登场背号14号主攻手曾祥敏，下面一位登场背号17号主攻手郑伟志。下面一位登场，背号66号主攻手詹敏汉。下面一位登场，自由球员背号90号李伟轩。接下来，用你更热情、更大声的加油声，一起来欢迎先发球员进场。先发球员第1位进场，背号11号举球员电力指挥官陈玉仁。第2位进场，背号8号中间手铁臂悍将庄少杰。下面一位登场，背号13号主攻手高空霸主洪宇瑞。下面一位登场，背号18号主攻手得分重炮许文成。下面一位登场，背号15号中间手高压电塔毕中原。紧接着登场，背号99号副攻手全能战将黄正良。压轴登场也是我们的鱼跃男神自由球员队长李嘉轩。好了，再给我们电力十足的地主球队一次热情的尖叫声。好了，相信今天2队都会拿出绝佳的战斗精神，也祝福选手们都能够有非常好的表现，也感谢所有长官贵宾的莅临，精彩的比赛马上开打。好，经过了我们看到刚才的开场之后呢，马上要看一下今天主场球队屏东台电的先发名单。首先是8号的庄小姐，18号的许文成，另外右半边陈玉仁，在后半第2排是黄正良
搭配的是洪宇瑞以及15号的毕宗远。好，来访的客队桃园台湾产险先发球员在第一排林廷伟、林景龙以及12号的刘玉玲，在后第二排呢则是施宇翔，搭配的是甘茂宏以及5号的林谦。好，双模林这场比赛呢，就跟红青呢，我们要来收看稍后由台电跟台湾产险带来的赛事。是，柏林哥好，大家好。哇，这个在前一场比赛哦，就是5局大战，不过比较可惜，地主球队没有留下胜利。是，但是球赛很精彩哦。那今天我们看到屏东县立体育馆也入场了非常多的这个观众。对。穿着深色球衣的呢，首先进场的是主场球队台湾电力公司。这场比赛穿着浅色球衣的则是桃园台产。好，那刚才呢，其实在这个台电面对台北精华的比赛哦，其实双方的分数非常接近哦。不过其实在整个开赛哦，看起来好像台电在这个一开始是有备而来。是。哦，不过后面在精华在2-3，在在 second set 跟 third set 追得很快。好，把这个比数反而是听牌了。对，所以其实这样的局数哦，这个结局哦，其实也大家应该不陌生了哦，因为这个赛季只要这2队来交手哦，通常都是两边的局数加起来都是5啊。对，就感觉刚才的比赛哦，就精华在第1局的准备好像是热得比较慢。对，不过也追得很快。第2局、第3局马上就把这个分数给拿下来。哦，就是最激烈的，其实应该刚才是第4局。好，所以看到这场比赛能不能够主场球队台电至少要拿下1胜。是。好，首先是由桃园台湾产险客队先发球。那这场球赛其实相对于两边的这个球员阵容来说，哦，桃园台产相对来说比较完整哦，因为刚刚在赛前也跟屏东台电这边的教练团稍微了解了一下近况哦。其实目前遇到伤兵状况蛮多，而且都是在这1-2天，甚至这个1个礼拜才发生所谓的比较这个严重的受伤哦，包含练习时候的受伤，还有感冒的状况。所以其实今天屏东台电的这个战力有稍微受到了影响。其实这个上一次的比赛哦，因为在年前呢，1月25、26号那个周末，到现在呢，其实隔了大概3周到3周，将近4周的时间。中间当然经过了过年啊，球员的调整，重新要把状态拉起来，其实确实不容易。而且不只是排球的运动啊，我们看其实最近哦，就国内外很多的这个赛事啊，球员多多少少都受到流感的影响。对。而且哦，这个其实过年对于球员来说也是一大考验啊。虽然说我们这个排球运动没有限制体重哦，但是这个过年后第一次出赛，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其实哪一位球员在过年的时候没有稍微节制一下。我刚刚在这个观众席看到有一个球迷很可爱，说林景龙是要请他减肥。好，第一扣就出了底线。这个球比较可惜一点哦，其实是往上的一个很好的攻击得分球，但是因为这个球其实弹起来的时候有加上一些旋转，最后球在包覆上面也不是那么好掌握。好，台产先持得点，郑良很快把分数要了回来。往后给，哇，走对角的路线，落地得分。哇，倒是在一开始双方的分数进账都很快啊。对。哇，刘玉玲还是就是这个维持他一贯的这个高打点的攻击啊，那他的这个手腕的瞬发力的力道也非常强哦，所以其实他的摆背动作没有很大，但是打出去的球的磅数其实都蛮重的。哇，这边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时间差攻击哦。我刚才看到刘玉玲的总得分啊，349分，在赛前哦。跟温义凯2个人其实是蛮靠近的。那当然进入到下半季，可能有一些选手也会希望追求这个个人的奖项哦，所以在球场上面的这个拼搏的这个应该是会更加的这个卖力。
双方一开始倒是还挺有来回的。哇，结果发球这次没有能够越过拦网，比较可惜。林锦龙的发球没有拿到分数。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这一张，是就是这张看板，好像是减肥成功了哦。庄少杰。 这个球比较可惜，其实举球员已经有帮这个林廷伟把这个空间给清出来但是最后可能是进去的时间点稍显早了一点最后影响到他的出手。是，不过洪金卫觉得好像这个毕竟是相隔了大概将近快1个月的第一场比赛，前面这几个来回还是试探比较多。对，没错没错。就这个还有连救2波，这个球是台产的机会。对。其实刚才讲说好像还试探是，现在似乎双方在这个攻击上面都会让不一样的组合多试试看并没有说针对说强力去找哪一个点去强打。没错没错。 主要在举球员的配球上面，因为毕竟隔了一段时间，这比较少有这样高强度的赛事所以刚回来举球的配球，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倾向于是让每一位选手都有这个出手的机会。对，感觉上现在看起来确实是如此不过台产的发球在一开始就送了台电2分。对，台产要特别注意刚刚在赛前有特别提到，今天屏东台电的战力其实并没有到非常的完整，所以。 台产要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前提就是要尽量先减少自己发生的这些非受迫性的失误是。哇，打得很巧。哇，聪明这球轻拨过网。5号的林谦得分，5比5。 翻网过，还有，哇，像如法炮制，再一次，哇，2次都收到效果。对，其实这个球已经接的有点靠网，那林谦也选择直接做突破那台电队这边的防守感觉有稍微这个疏忽掉了。这个球要救也来不及喽。 对，那刚刚提到的这个伤势刚刚就教练团说的是在可能昨天练球的时候有踩到脚所以有稍微扭伤，然后移挥的部分呢是这个感冒的关系这边打一个弹网的 touch out， 6比6。第一局双方互有来回。 黄宇瑞发球，我感觉双方确实是这个有一阵子比较没有比赛在第一局前面这个打到目前加总13分，只有3分就是发球直接失误或者是送给对方的。对，所以其实球技的适应之外你其实对于场馆的适应也会需要一点时间呢。台电现在还在后排的攻击算是比较凶猛。对，那双方其实都是攻击火力非常凶猛的球队那但是你要维持有很好的一个攻击火力，就必须仰赖很稳定的接发球。对，所以如果接发球没有到位，当然也会去影响到攻击手出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选择改变路线，走直线的攻击。对。 这个球有想要利用球的持续流动来打直线的位置，但是最后没有掌握到这个出手的时间了。感觉想要借力不过好像被关门。对，台电8比7领先，持续发球。哎呀，哇，这个球感觉。 林谦给的球是稍微流出去一点，但是锦龙想要打一个比较近身的 C 式快攻
那因为锦龙是左手的关系哦，所以其实如果你要做背后的 C 式快攻给他，其实也不用太留，因为他的左手其实是在比较靠近举球员的位置。哇，这球发球的力道很强啊，直接发球得分。哦，过网之后击坠看一下。哇，这个发球非常的威力 ，Power Serve。哇，毕中原的发球现在造成了台产不小的困扰。 从7比7，现在一路上分哦。事实上，台电从6比7开始追起啊，一连拿了4分。哇，这个4分各种拿的方式都有。对，有发球得分啊，有直接攻击拿到了分数，也有因为台产这边在配合上面出现的失误。所以台产在第一局目前哦，真的自己犯的这个错误失误比较多了一点哦，所以也让台电有这样领先的机会。那现在发球的毕中原，其实在今年到了屏东台电，比较没有太多这个上场的机会。那刚好今天这个怡辉挂病号，那他有上场表现的机会，那也希望他可以多帮球队得到一些分数啊。也是去年从这个丰原高商毕业的小将。好，在暂停回来之后收到了效果，马上交给刘玉玲在前场啊。 手起刀落，扣进分数。哇，刘玉玲的攻击动作真的很干净利落哦，手腕轻轻的这样一甩，这样子哦，球下去的力道还是蛮强的。好，这边欢迎颜色，同样来了一个快攻。 倒是今天台电从正面突破的比例还不小、哦。对，主要也是因为看到今天桃园台产是先把这个林锦龙，把大家熟知的副攻手，把它转换成来打中间手。哦，所以在经验上面可能稍显不足。那台电接发球都到位的情况下，当然希望可以来利用攻击这一点了。朝黄正良就救起来，修正挡，再接一个。 再尝试，哇，这个高度不太够、哦。对，这个一举出去的时候，感觉林廷伟已经有点快来不及的感觉哦，所以仓促的出手也没有好的一个打点了。这个球给他的高度有，他就比较好做攻击上面的一个变化。这种感觉，今天台产在往前的配合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对，就是状况比较多了一些。对，举球跟攻击手的搭配，感觉似乎哦，这个默契上面还需要再加强。我觉得像洪兴刚刚讲了，今天感觉他们在连接上好像都晚了半拍，对，有点扣不太住这种感觉。那像这个时候，就经验来说，应该是举球员要来想办法去配合攻击手的这个节奏哦，看是不是球稍微给慢一点，球高度再稍微给高一点。好，先让攻击手适应了这样比赛的强度之后，再慢慢去调整攻击手想要的这个球速跟高度，这应该是会挑战的。还要inside还要outside哦。第一时间这分是先给了桃园台产。我常常都讲哦，这在休长假回来或者开季的第一场比赛都最难打。是。其实除了长假之外，有时候我们因为之前当选手，有时候其实我们也蛮讨厌打这种每天第一场球赛，就是早上那种8点半的那种球赛。是。对。开门战哦。对。
就感觉好像都还没有睡醒，整个身体机能还没有完全打开的感觉。哎呀！这个球其实玉人已经勉强的把球修正回来哦，但是庄小姐就算再高再会跳，这高度可能对她来说也是一个极限了。哇，今天发球上真的是送了台电太多的分数。对，而且锦龙要特别注意哦，其实在开赛的时候他就已经发生一次失误，这是他的第2颗了。球这边打了一个 touch out。 对，相较于前面那个球，这个球给林廷伟的球就稍微高了一点哦。对，因为他比较擅长是在空中去观察拦网者的手部的位置哦，来做攻击变化的一名选手。哇，这次的接发球从防守转换到进攻，哦，确实是非常的漂亮。对，这个切进来打，我看台产这边的陈柏勋也只能跪在那边看了。这是一个举球员非常好的一个战术运用。对，哇，刚才的那个 play 哦，包含力量、时间哦，这个都配合的恰到好处。啊，这边一样靠着强攻拿到分数。台产这边其实修正的也很快。对。 在暂停回来过后，确实也改善了在暂停前哦，举球员跟前排攻击手连接上的问题。是，而且面对到主场球队，其实目前也把分数有成功的咬住啊。哇，不过在第1局光是发球就送了台电4分。对，我觉得台产他们很想要刻意的对台电这边的接发球来实施这样破坏哦，但是其实稳定度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失误率偏高。哦，你看这个16分当中有1/4是发球送给对方的。 快攻，好球！啊，这个李伟轩救得漂亮啊！还有黄正良从后排，好修正回来，一样。哇，接过网，还是一样哈，这个问题都还是位置比较低了一些哈。哦，不过林廷伟刚才这球也没办法了，他只能也选择出手。对。 那其实我们企业排球联赛有分上下半季哦，那我们对于不同的赞助商，当然也会使用球上面也会做改变。那进入到下半季，我们现在就是球队就是打米卡萨的球，那上半季其实是打康体的球。世界上这个国际赛事用明星的球是还是比较主流一点、哦。对。所以其实就算换球哦，这些球员平常就练习，就常常在使用他们，所以其实也不陌生。 好，这个发球出界给了桃园台湾产险一些机会哦，其实分差也只有3分而已。台电在中段啊，从7分到11分当中连续的得分，哦，那段期间是台产的乱流。哇，守得漂亮，好，还有机会，刘玉玲硬是扣进去，对。 挑了哦，这个因为其实台电这边已经3个人上来拦网哦，所以他挑了最外侧的郑伟志的外侧手这边来做突破。哦，让台电吞下这一颗之后，15比7，15比17。哇，今天其实如果你看双方在攻击上的比例哦，台电其实从正面突破，从3号这个位置，哦，在攻击的比例比较高。对，
那台产今天在2号位的成功率反而不好，但是在4号位拿到分数的这个比例就是高了一些。那我相信球队哦，这个自己应该也有在做一些路线上面的分析啊，所以其实也很快的可以调整出这个拦网跟防守的策略。好，今天得分的前3名，台电这边洪宇睿，哇，今天顶上来之后确实表现得非常出色。许文成3分也有发挥。那台产这边呢，则是林廷伟跟刘玉玲各有3分的表现。林谦呢，其实只在前段，在比赛前1/3的时候呢，2个轻飘过网拿到分数。到这边，两队都还各有一次的暂停可以运用啊。哇，那这样子得分的榜出来哦，是比较少见的，就是举球员竟然会上榜，所以这个桃园台产这边其他的攻击手要多加油啊。博彩比赛一开始，我们看到刚才施宇翔就已经在放松肌肉了。而且其实今年的赛季来说哦，其实各队来说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休息时间，因为他们除了企业联赛开打之外哦，还要迎接的就是大专联赛的复赛。王将第1次攻击被拦下来，第2次拦网，不过出界。许文成这个球打得很有经验，在靠网的情况之下哦，沿着这个拦网的手顺势做了一个外翻的动作，打成一个 touch out。许文成一上来就有表现。毕中元今天在中段的发球，为球队连续的上分。哦，还有，连续2次被对方给抓到了。换边攻击轻挑，好球哦！对，刘一宁这个球也很聪明，他没有直接做拦网后面的前区的吊球，反而是压到中心的这个地带啊。是，刚好在起跳的制高点、最高点去做这个动作哦。好，分数追上来之后1分差喽，林谦的发球。真是举球员，不过今天2投2中，2次的出手都拿到分数，对，得分率100%。对，哇，这边比较可惜，拦网触网。对，应该是，其实是时间上是有抓到的。陈玉仁发球。再一次其实，在今天这个位置上，4号这个位置看刚才的刘玉玲，现在其实换成这个林廷伟，其实效果其实都是一样，反而是在中心地带这一块，现在看起来台产有找到了一个得分的方程式。是，而且台电的这个防守布阵上面，可能要针对吊球稍微有布防一个人在那边负责守吊球啊。所以这个球又被拦了回来掉在台产的界内啊。不可能一开始打的也比较平，然后打在网带上是。只有2分差，不过已经到了第1局的局尾了。台产这时候请求暂停。那球不好打位，他丢出来。没关系啊，你没有的话，你就还是要往前进去啊。好，慢一点没关系。好。对啊，就自己要判断一下。来哦，接发第1波先哦，第1波先拿1分哦。哦。来交。6、3、2。
那比赛正式进入到20分之后、所以其实台电这边也要注意台产这边慢慢起来有追分的这样的一个气势啊。不过今天整体其实在发球上面给予对方的一些威胁，台电做的还是比台产好。没错，果然这个自己的主场还是有差。想要来试试看呢。对，这边应该是挑战一个拦网触球哦。因为在第一局台产还没有使用过挑战，那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对方到21分了。对，试试看没有关系。其实就算没有挑战成功，也成功了让比赛稍微缓和下来，破坏了屏东台电这边的节奏。是。有时候教练不太希望对方连续去上分，对，哦，那个感觉是让他先稍微缓一下，是，先踩踩看刹车。有的时候其实这个挑战哦，可能在挑战前就知道说啊，这个成功的机会不会太高。可是有时候教练啊，其实包含很多现在运动都是这样啊，他有些策略性的运用，是，他未必是要拼那个分数跟球权。而且像排球这样有发球制度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哦，所以有时候稍微节奏打乱，就会影响到发球员本身的节奏。对，我这边还是被硬是拦了回来。对。这个靠着前排的掩护，制作给刘玉麟有后排攻击的机会，这个也是台产这边第一局常用的一个战术。是。林锦龙发球。哇，这个发球的位置很 tricky 哦，蛮刁钻的。哇，前2次发球失误，这一次终于发进，而且还直接得分了。是，感觉刚才在接球这个位置，台电有点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对。好，连下2分哦。哇，发的比较长，对啊。说着说着哦，这个果然这发球又出现失误了哦。哇，在第一局，桃园台湾呈现因为发球送给台电是5分哦。哇，4次的发球机会里面有3次的失误哦，这个教练团应该没办法接受。一回头用快攻，先把分数给咬住。甘茂宏在空中是有制空能力的一个选手，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跳到空中最高点，身体还做了一个转体改变路线的打法。林廷伟发球，只有差1分哦。好球！这边来准备要进入到最后的第一局的局末点哦，23比21。哇，黄镇良今天起攻击的机会不多哦。哦，这个球没有配好，台电的机会了。呛死来一个。好，第一局的局末点出现。逼中原下。其实我觉得第一局的胜败就在于说哪一支球队比较稳定而已哦。那台产这边真的明显第一局出现的失误是多于屏东台电。那在整个举球跟攻击的搭配上面，也是屏东台电这边掌握度比较好一点。哇，这个发球的力道非常够啊！发球直接得到分数。第一局看起来呢，其实是由发球决定了高下。25比21，屏东台电地主球队拿下了第一局，稍微休息一会。
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现在当上学长，就是希望可以为球队多负一点责任，然后在学弟需要我的时候，就是能够当他们的定心丸吧。平安健康完赛，然后比去年更进步。我对自己的目标的话，就是努力打好每一场球，然后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今年我觉得，不管是我带领大家，还是大家带领我，我都希望大家都可以互相扶持，带领各位彼此到最好的成绩。排球的话，我希望自己可以跳高一点，然后球点更高。希望我自己能够平安健康的完赛，然后再来就是能够帮助球队拿到更好的成绩。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s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今年我们重新再来，然后重新调整，然后重新的把稳定度跟抗压性再提高，那基本上我们就是要冲击冠军。这次回来台湾其实算蛮久违的，所以想要试试看，就是自己在外面学习到的东西，然后回来台湾打的感觉，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收获？还有跟学妹一起搭配起来的话，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火花？今年就是健康的完赛，顺顺利利就好。这批的选手，然后可能大家一起重返荣耀。我觉得就是身体最重要了。比赛的话，就是把球队该表现的地方表现出来。我可以回到像之前一样在场上的感觉，因为毕竟有受过伤，但我就是希望可以为队上就是带来更好的表现。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s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第一局的数据呢，我们要接台展这边虽然说攻击的成功率高啊，43%对34%，但是他们失误实在太多了。对，
哦，这失误的部分，我们刚刚讲发球就送给对方5分，是，所以其实在整个发球的部分，正二副是台电这边，另外在拦网的得分，台电这边在拦中的部分表现也比较好。对，所以你看，其实失误的这个相扣之后，其实刚好就是第一局这个胜队跟对败队的这个分差了。所以台产这一场球赛要求胜的话，还是要尽可能的降低他们的失误。今年因为这个一队要各自交手4次，对，好，总共6队嘛，打4个循环20场，是，所以前面3次的交手呢，事实上台电呢是2胜1败。我看一下在第2局的一开始会不会台产这边调整一下策略。把第一个球的战术接发球起来有到位的情况下，就做了一个内切的时间差战术啊。对。而且从中路3号的点攻击，第一局是基本上没有看到的。哇，这个球应该踩线了哦，起跳的时候踩到攻击线。不然有点可惜，其实这个球刘玉玲掌握得非常好。对。像这样子的状况怎么样避免？因为有时候其实这个真的是靠一个感觉。对，那这其实就要仰赖到平常这个长期的训练，要熟练出对场地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感啊。那当然。有一个小诀窍，就是说，当球接起来，你不是接第一颗球的人，或是你是接第一颗球都没关系。你接起来的时候，自己稍微眼睛先稍微瞄一下攻击线在哪个地方，然后去稍微控制一下自己这个助跑的步伐，这个都是可以避免的。是看起来好像有连击。对，这个裁判认为说这个引体向上的这个动作太久了，所以被吹了一个持球犯规。持球是，好像这球有点拿在手上那种感觉。对，那当然这个在沙滩排球里面就是允许的。对，沙排就是对这个引体向上没有那么严格。哦，还是发球的问题啊。对。哇，锦龙还是没有办法找到发球的感觉哦。今天他其实发球得分过但是同时也在发球上面掉了一些分数。对，但是我想教练团的要求应该不是只有得1分哦，应该是希望可以稳定的发进。不过台产在整个第2局攻击的连接度跟顺畅度是有提升的哈，主要是举球员给的位置，还有在这个路线的选择上面做了一些调整。廷伟在今天的得分效率不错，攻击率有50%。对，目前第2局也是他发挥的最好。哇，这球喷掉了，打得比较开一些。那屏东台电这边呢，今天举球育人哦，跟这个黄正良这边的搭配，目前都还是搭配的比较不顺一点。所以其实黄正良这个点的攻击点哦，如果没有发挥的话，对于屏东台电来说，这个得分的效率来说会大大的下降。好，这接发球直接接过网，让洪宇队再往前压球，直接得分了。刚好发现前面门户洞开，硬是给他按回去。对，这个自由球员赶过来也来不及了。其实刚才洪金讲到一个重点，第1局双方的主攻手其实都真的都没有说太明显的去强势的去主导比赛。黄正良跟刘玉玲在第1局的得分其实都没有说真的太出色哈。这个跟他们平常之前的赛事比赛的时候的数据是很大的落差。嘿，对。所以就像刚才洪金讲，第1局双方其实太久可能没比赛，对，比的是稳定度，谁失误少一点点，可能就拿那1局了。是。
那像刚刚柏林哥说的哈，真的第一局台电在发球这个部分真的把握度很高啊，而且失误率也比较低一点。虽然说讲起来这个好像很老生常谈、很基础哦，可是发球以后真的是不是个，只要是发球制的运动哦，你看这种羽球啦、网球啦、排球啦这种有球拍的、没有球拍的，哦，你这个球发了进去，你这个分数先拿一半。对。那台电在第一局的发球远的、近的，哦，这个位置、角度都有做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对，没错。这个球林谦认为毕中远应该会上去做拦网，所以他想要把球直接往外戳啊，结果我发现毕中远根本没跳。哇，台电连续上分哦，连续拿了4分，从落后现在变到领先6比5。哇，接发球还是一个问题，修正回来只能先过网。好，换成台电的机会。哇，这个球没有把握住，可惜。哇，其实，在整个第一局，从6号这个位置起跳攻击，台电的成功率是蛮高的哦。平常这个位置在起跳攻击的是前排的徐文成啊，那洪宇睿今天站上先发之后，可能还需要适应一段时间呢。哦，没接好。有时候这种接发球的上手接发是大家认为好像说是很简单的一项，就其实不是哦，因为发球来的强度比较强。如果你按照我们平常这个一般的球在做上手举球的动作的话，其实很容易被这个球的力量给吃掉。哦，所以其实我们在接发上手接发的时候，都会习惯教选手会用一种比较类似推挡的方式，哦，这样会比较好一点，稳定度会比较高。就力量要吃到球上，对，不太是单纯的去接那种感觉。对。台电刚才往前的一个快攻，7比7。第2局对台产其实非常重要，对，因为双方前面3次交手哦，曾经就在前一次交手12月28号，但是也相隔2个月前了。当时在中原大学体育馆，那时候台电是直落3击败台产，是。哇，所以第2局修正的速度会决定这个比赛的走向。而且你又是面对到主场球队屏东台电，你如果让他先听牌的话，那第3局压力会更大。对。这边是台电的球员触网，不过今天台产在这个上分的速度上来讲，还是比较慢一点。对，的攻势蛮零星的。哦，相反在台电这边攻击的顺畅度，它比较。包含在第1局、在第2局哦，都有这种连续一口气连续上分3分、4分、3分、4分这样拿。是，它比较没有像台产会出现这种连续掉分的状况。是，所以它其实都一直得分效率上面蛮稳定的。如果你在防守上面没有办法去很稳固的拿手下该守的分数，你攻击就要稳定的输出。是。这球锤进的分数，这个球打得有点惊险哦。其实要的位置不是锦荣要的，所以看到他整个身体缩在一起哦。打完马上也跟举球说可以再给他高一点。但角度选择上面，其实那个地方台电比较没有球员，对，所以角度选择是 OK 的。哇，又是一个快攻，这个就是真的叫快攻哦，真的有够快啊！感觉就是人已经在空中等那个球，就等举球员送给我，我马上出手。
哦，打到现在好像台产到现在没有什么快攻出现。对，哦，打到现在，这个也是因为有可能是接发球没有到位的情况哦，因为接的都比较开网啊，那你在做快攻来说，举球员就觉得比较不敢举啊，就一直在修正啊。对，哇，又踩线了。刘玉玲可能要修正一下自己这个助跑的步伐哦。哇，这个就蛮多的哦。对，前一次其实是脚尖前缘踩到一点点哦。就可能说接发球退位的时候，可以再多退个半步或1步哦，再弥补一下，就是离这个攻击线稍微远一点起跳没有关系啊。像刚刚以比较成熟的选手踩到这个已经快要前面就是脚尖前缘踩，这个算是比较多的。是，哇，这个发球非常有威力，吼吼。许文成过往击坠，哇，这个已经接近好像。已经要贴齐这个网带的高度哦，发得很平了。哇，这个 ace 球发进来之后，也让台产必须这个时候要再缓缓。我们看一下，在今天台电第2局哦，有2度啊连续的拿到了3分，连续3分这样拿哈，10、11、12。哇，这也是现在碰到比较棘手的问题了。对，跟第1局好像情况有点类似哦，就是比赛的中段就被台电大概连续得了3、4分，然后就一直领先到最后。是，当时呢在第1局的时候，双方7比7，台电也是连续一口气拿了4分。是，那这个比赛最后就是25比20，第1局差距4分。对，现在状况很像，刚才在7比7情况之下，接下来呢从7比7到8比8、9比9，一开始，那台电又是连拉了3个。包含刚才过往击坠发球得到分数哈，所以现在变成拉成12比19了。台产确实是感受到一些压力。对。这次的快攻早有准备。给的球稍微低了一点哦，那庄少杰不好做出手啊。那第2波防守的跟进也没有确实的做到位。林金龙拦中成功，而且这次的快攻除了高度之外，其实时间上也并没有抢得先机。对。发球先球过网。哇，这边应该是拦回来，弹到黄正良的身体之后出界了。哇，施宇翔在空中最后手的位置从外侧移到了内侧啊，抓到黄正良的路线。11比12，分数还是紧咬。哇，又一颗，连续2次防守成功。哇，所以双方又回到原点了。感觉台电这边在要不要喊暂停当中有点犹豫。对。如果再得分，可能就要喊time out。是。毕竟现在是接发球方哦，所以其实你接起来攻击得分的话，还是保有领先的。是。好笑。这球切进来，战术是 OK， 但是其实面对他的右侧这边也没有太多的场地可以让他进行攻击哦，所以出界的几率就会比较高一点。黄金会觉得今天台产其实整体打起来，第1局、第2局这种无效的攻击比较多。对，确实，它稳定度没有像这个台电那么的高啊。那主要的攻击手刘玉麟真的也没有有效的发挥。哦，所以确实会去影响到这个台产整体的得分呢。当然，这个跟接发球多少也有关系哦。不过你看这个球其实也没有说真的配过去。而且台电这几分事实上并不是靠着他的进攻拿到的分数哦，有时候是在这个对方的失误上面没有打好哦。就是你看台产就是会出现像这样哦，好不容易把分数追进，然后感觉那个火要烧起来的时候，他就一盆水给你浇熄了，就没有办法延续啊。
球权又回给了台电，由黄正良发球，15比13，些微的领先。哇，接发又没有到位。哎呀，哇，这个只能又要修正。不过这球转换上还是有要到分数，但是刚才接球这个状况还是险象环生。没错没错，这问题还是没有修正哦。你接发没有到位，你就只能让攻击手做比较单调的修正攻击。那你修正攻击，对方的拦网防守上面就比较好掌握。就不是说修正攻击拿不到分数，是那个比例上面会比较低。是，长期打下来，这样的攻击方式得分不会太快哈。所以你还是要求接发到位，有更多变的这样的战术变化来去牵制对方的拦网哦，才是得分的上策哦。对，还是希望靠着组织攻击拿到分数哈。你看现在感觉台产都在打机遇战，就是像刚才洪金讲的，修正之后找机会，对，机遇战当中去寻求那种机会，很吃球员个人的能力，对，就打起来比较没有那种组织团队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再度请求暂停了哦。对啊，接发刚刚这样设定可以，要多我们要帮他多接一点，对啊，让他自己就攻击就好。卡吧，再专注一点，那球没有到很打哎，那球都还可以捡得到啊。对啊，来加油！叫，不够热，不够哎。台产这边还是要持续的这个注意他们的第一波的接发球啊。刚才我们听到在暂停的时候有特别叮咛这个部分哦。哇，这个球，因为接的比较开一点哦，他其实这个球应该是要举给4号位的刘玉麟，只是甘茂宏跳得太高，空中摸了一下。哦，好像有挥到哦。其实是要做假动作，是哦。那今天这种状况真的蛮多的。哇，这个球又强力跳发，又没有接到位了。攻击过往是打得不错，许文成对。像这个球其实都是前后是有因果跟那个逻辑性哦。你在接发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只能做不好出手的修正攻击。那台电这边呢，也成功利用这样的强度减弱的修正攻击，防守起来做防守反击。那当然，领先的分数就会持续的扩大。许文成这场比赛其实攻击的次数不多，但是把握度高。对，他会选择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扣下扳机。是，所以现在19比14了哦。台产再度陷入苦战，又是一个有威胁的发球。哇，所有的路线基本上都被抓到了，可能要挑战。有的时候，当暂停用完，或是暂停才刚喊完的时候，这个教练团可能会选择用暂停的时机来缓一下场上的情绪哦。像刚才这球看起来好像这个应该，当然还是有这个机会可以去挑战成功啊。不过感觉上好像，应该没有，差蛮多的。对，所以可能也知道说这个挑战不容易成功，但是反正因为不能连续掉分，先缓缓。从15比14哦，台电一口气连续拿了5分哦，这是拉出一波5比0的攻势哦。而且先前3次交手哦，2次打到3比1，事实上都是双方这前2局各拿下1局。对，那只要是连拿2局的话，就是都只落3。哇，领先的分数比较多，所以做这种比较大胆的尝试，是有这种发球加压的本钱，当然就是给他催轮，跟你拼一个 ace 球。对。
到了这一局的后半段了。但是要说今天真的台电在这个接发的稳定度其实还是比较好哦。这个刚才这个事实上这个发球其实还蛮有威胁的，是组织起来防守转换2次，然后第一波没有打死，第二波再组织打了一个 touch out。毕中原发球，毕中原在第一局也是有 S 球的出现了。 单手这球，这2把这球给弄过网，打喷掉了。哦，教练的反应很快、啊。是，教练不要忘了，这现在气排的教练几乎都是选手出身的哦。感觉像是足球底哦，而且还穿皮鞋哦。对。制招上。 哇，小心！刚刚有球员倒地哦。还有哦，再拼一个！哇，这分对台产来的真是不容易哦。前面的几波进攻，其实说真的打得比较仓促哦。对。哇，但刚才自由球员救的这一球啊，价值连城。 好不容易让刘玉玲有一个开网可以攻击的机会，哦，否则他今天事实上没有太多可以有这个球送到他这边来、啊。对，那几次给他的后排攻击也都自己踩线失误啊。不过台电这边也到了第2局的局末了哈，只是稳稳的打成功率。 陈玉仁，哇，那分数差来到7分，然后又2分就要结束哦，所以这追分的难度是很高的。桃园台湾城线请求替补8号下，18号高宇浩上。 这是台产的机会来了。哇，这个球直线打得真的有够漂亮哦，潘奕荣。台产现在其实，在第2局的局末，可能也要想想看，如果今天刘玉玲这边打不出来，可能要寻求第2个或第3个突破点啊。所以或许刚刚郑教练这个频频走马换将，也是在找说第3局想要派谁上场。 领先哦，还要领先哦，哈，先接了，接一颗就好，接一颗，接一颗，维持力后边哦。好球的话，你都会出，你跑你也在出，哎，无你也在出，不负责。用这条吗？对，好球的话，我是切，好，我是切前面都可以。啊，台产最近增加了攻击的比例啊，分数差的比较多，其实光手也不一定有用。 然后暂停在第2局，台产也喊光了。那不过刚才台电主要这个教练哦，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先稳住。对。啊，毕竟领先还是有一个安全的范围哦。啊，张三元教练也提醒大家，稳稳打就可以了。 哇，
好，第2局的局末点。哇，刚好有一个机会可以做发球的佳药，看一下郑伟志这球会怎么发。还是选择比较有侵略性的发球啊，直接发球拿下分数，结束了第2局。目前屏东台电在前2局打完，直落2，在第2局的分数25比18。现在当上学长，就是希望可以为球队多负一点责任，然后在学弟需要我的时候，就是能够当他们的定心丸吧。平安健康完赛，然后比去年更进步。我对自己的目标的话，就是努力打好每一场球，然后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今年我觉得不管是我带领大家，还是大家带领我，我就希望大家都可以互相扶持，带领各位彼此到最好的成绩。排球的话，我希望自己可以跳高一点，然后球点更高。希望我自己能够平安健康的完赛，然后再来就是能够帮助球队拿到更好的成绩。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今年我们重新再来，然后重新调整。然后重新的把稳定度跟抗压性再提高，那基本上我们就是要冲击冠军。这次回来台湾其实算蛮久违的，所以想要试试看，就是自己在外面学习到的东西，然后回来台湾打的感觉，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收获？还有跟学妹一起搭配起来的话，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火花？今年哦，就是健康的完赛，顺顺利利就好。这批的选手，然后可能大家一起重返荣耀。我觉得就是身体最重要了。比赛的话，就是把球队该表现的地方表现出来。我可以回到像之前一样在场上的感觉，因为毕竟有受过伤，但我就是希望可以为队上就是带来更好的表现。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
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好，看一下在第2局双方的一些数据哦。那在第2局台产的进攻的成功率下降了，台电的攻击率有50%以上。虽然第2局台产在接发球跟发球上面掉的分数不像第1局这么多，但是看整个攻击失误的比率还是蛮悬殊的哦。所以洪清怎么看整个第2局？好像台电台产一直想修正，但好像一直找不到那个路哦。对，当然了，台产这边的攻击手得分的这个企图心还是很强，但是你要得分的企图心，你还是要仰赖住第一波的这个接发球。我们看到第2局其实出现这种太多的这个接发球失误没有到位的情况下，确实是限制到台产这边的这个攻击出手的节奏啊。那反观台电这边，其实我一直都保持一个很稳定，然后也没有什么大量连续失分的状况。这个刚才洪金讲那个状况是，虽然在第2局台产这边没有接发球账面上出现的失误，可是就是这个接完之后都卡卡的。对，然后接球员呢好像举球员也做不太到机会给这个不论是林廷伟或是刘玉玲。对。那确实，台电今天的防守也要比台产这边还要来的优秀啊。哇，那这个就要注意了哈！台产在第3局的一开始一定要先打出一个不一样的内容啊！第一球又是攻击出界收场。哇，这个双方在交手下来，台电已经连拿了8局。所以台产应该是想办法要先从台电拿下1局哦。好，抱歉，7局哈。11月16号时，当时台电是3比1击败台产，拿下第3局跟第4局。那在12月28号在中原打的时候是直落战，所以加起来5局，那加上这2局是连续7局，台电连续拿下7局。事实上，这个发球其实算是发的有威胁但是接的也够漂亮。那往后给举球员就交给了在2号位的队友做攻击，许文成。发的比较长了，底线出界。黄真良这个球都打得很有经验哦，2个拦网者已经把他的路线都封锁住的情况下，把球打长，喷成一个 touch out，选择往上打。哦，又是呛死球了。哇！洪正良再一颗，这球被对方扣回去。我觉得今天正良真的在2号位这边哦，平常是他吃饭的地方啊，但是今天真的到目前为止还是找不出应对之策啊。台产其实在连续这3局哦，每一个开局其实都有机会。对，然后在中段的时候自己会出现一波乱流。又是发球失误。啊，黄建良发球，3比3啊，4比3。最近双方的发球有一些状况。
互相送礼来了。我觉得反而比较有意思的是，因为刚好昨天是西洋情人节，2月14号，所以没看到爱你登场，觉得怪怪的。这个应该教练团哦，这要换他上去应景啊，对，是不是？对，我懂。这个球很明显没有包到球啊。台电在这个发球策略上，还是都希望发的比较长一点哦。看从第2局开始很明显哦，就挑战你在后排接球的稳定度。啊，目前为止也收到很好的效果。哇，这个稍微迟疑了一下哈。攻击得分了。那刚才其实我觉得这个 play 刚好就在我们转播台前面发生哦，刚好我们看到这个是当然在台电这边的得分，可是你看刚才台产在给的时候，给罗玉郎他事实上他第一个是顿点，他没有办法出手，对，哦，他是后来是选择只把球过网，所以形成这一次攻击是比较没有效的攻击，是，所以。举球，他跟举球的搭配上面哦，确实还出现一些问题啊。球速给你快一点，让你就那个位置是要给到他没有错，可是你给到他，他出不了手，对，他只能把球推过去，一回来就变得黄正良扣进了分数。所以你看今天双方在得分上来讲，洪宇睿哇，这个12比7哦，这双方得分最多的选手。对，刘玉麟才拿到7分，这个跟他个人的水准相比是有一个蛮大的落差。哇，那这样子他在得分榜上应该很有机会就会被超越了。那我觉得台产这边呢，今天爱你没有上哦。那当然，我们刚刚说情人节是一个梗啊，他没有上之后，他就会影响到说，锦龙就必须要来打他不熟悉的中间手，所以你在其他边位的状况之下，就会少了一门这个得分重炮哦。那加上台产今天的接发球又不到位的情况下，快攻就比较少有攻击的机会，所以就没办法发挥出来，等于少了一支攻击手。不过第3局也才刚开始，也不过只有2分的差距。甘茂宏在空中转换路线啊。今天其实像小毕啊，或者这个上来的瑞元，其实打的算是都蛮出色的哈。算是有完成教练团交付给他们的任务哦，因为毕竟平常比较少有上场机会，那一上场就有好的表现，那以后当然教练团在战术执行换人上面就会更加的这个有信心了。对。比如小毕啊，或者我们刚刚像宇睿啊，那种他们像今天宇睿就打起来，感觉上就企图性很强。对。9比6。这边是一个成功的拦网哦，组织进攻交给后排。哇，界外区回救。先过网，台电再攻一手，黄正良，这球还有，连救2颗，这球一度超过了这个我们转播的镜头，消失在空中的太阳球。哇，刚刚那个球的高度已经差不多到那个猫道的这个高度了，快要碰到猫道。对。
哇，不过这几颗球陈柏勋真的很忙哦，一下要守强攻球，一下要追这个第二波的这种球、哦，真的蛮累的。打得非常巧妙哦。今天发现台产这边几度要尝试快攻哦，其实都被台电早有准备。对，感觉这一场球跟上一场球比起来哦，这个挑战的出现的频率非常的低哦，那种感觉就一翻两瞪眼，就没什么可以挑战的空间。对，都是很明显的球啊。哇，好球！黄振良这个球还是很敢出手啊。对台产比较不利的是台电，因为现在前面2局拿下来，好，第3局这个分数又稍微有一点安全领先，所以台电现在球员是比较敢打。对，台产现在在攻击上会觉得说，有的时候会想要选择成功率高的打法，是你就会很限缩，比较害怕失误啊。对。哎呀，哇，像这个球也是自己的失误啊，因为别人都没有妨碍你，而且也没有什么强度的情况下，自己送球送过网啊。哇，这真的要叫暂停了。领先刚才这球，看那个球过网，想举就没有办法，直接送到对方手上。台产现在这个得分是相对比较零星的哦。对啊。哇，今天其实像洪宇睿、许文成事实上他攻的机会并不多，但他成功率今天应该是很高。台产已经把他的暂停给喊光了。所以哦，其实今天两边的主要攻击手球星啊，黄振良跟刘玉玲双双没有发挥的情况下，就看到这两队的这个板凳深度哦，特别是洪宇睿今天补上来之后，弥补了黄振良应该要得的大量的分数。哦，场边听到这个李伟轩老师，这个他所执教的这个高雄市南城国小的球队，今天也来帮伟轩老师加油啊！特别是我记得先前在凤山体育馆的比赛啊，是同一群小朋友也在场边。对。那其实屏东县是一个我们排球运动里面推广基层非常有名的一个县市，而且也推广的非常的好哦，所以其实整个县市里面的这个团队凝聚力是非常的高。那排球运动在屏东县也很受到欢迎。哇，球！在今天这个组织上的进攻哦，攻击上的顺畅度、连接度，台电确实还是有把握到应该拿到的分数哦。13-8了。我觉得台产不能只是靠这样比较零星的攻击得分哦，还是要想办法串联哦。特别是你转换成发球方的时候，你怎么做好你的拦防，来制造出更多这个追分的机会，这个才是上策啊。要把对方的攻势在第一线就瓦解，不能一直在救球。是，要不然就疲于奔命。对，因为永远救不完。对，现在落后，那你只是如果让对方得分，就是你1分我1分哦，那其实就一直延续到比赛结束了。因为现在其实，在第3局的中段哦，虽然说差到5分，但这个距离时间还是足够。当然。双拳难敌4手啊！但这个时候，黄振良发球拿到分数拿到分数之后准备发球，14-9啊！
哦，这个球没有包到球，反而收到了效果。包含你看像这个战术的连接配置吼，对，台电在今天攻击的成功率还是比较好。对，整个掩护哈，然后一直到给4号位的攻击手出手，整体的过程当中都很流畅。啊，又是洪宇睿，哇，真的小将。这个球也是选择打长哦 ，touch out。差4分哦，其实还是很有机会可以追赶。甘茂宏，哇，这个球要打到哪里？闪得太多了。这不知道他妈妈有没有在现场？等一下应该叫下来稍微念一下哦。这邱金志邱老师是。因为看到对方已经拦起来，所以就想闪啊。大概是刚才洪金讲闪太多了。对。哎呀，哇！刻意的等拦网在下降的时候哦，再做出手。这个时候要做比较大幅度的换人哦。哇，这换3个，甘茂宏下，啊，另外廷伟下，林谦也下。比较大的变动就是举球员换人哦，这个要开始改变举球上面的节奏了。希望还来得及啊。节奏其实都有点被抓到了。对。但是因为这个球够长啊，那刘玉玲也很敢做出手，那打外侧手打成 touch out。13-16。哇，下来的时候触网哦，应该是锦龙啊，他自己也很懊恼。所以有时候你突然被换到一个比较平常不熟悉的位置哦，你有时候在退位、进位上面哦，因为毕竟不是你习惯的路线哦，很有可能就会出现触网。那这边又出现了一个连击犯规，所以瞬间让台电这边把分数给拉开了。哦，像这样的攻击必须要多多出现。事实上，今天你看，在传统的这攻击位置哦，就2号位得到的分数，台产应该是不多。14-18。还有，再攻一手，轻挑过网。哎呀！
哇，这个球只能说运气比较不好，掉在下网带的位置哦。那个时候球的反弹什么都没办法去预测啊。对。哇，第3局的后半段分数有一点被拉开喽，19比14哦。 哇，这次的攻击干净利落哦。后排中起跳，选择从正面直接强攻，加压之后拿到分数，20比14。台电这边也换人哦。 詹明翰这场比赛应该是首度登场。对。哇，洪宇睿这个球单抓哦，抓得很精彩啊！往前1对1对决。对。哦，其实台产已经把这个空间给清出来给潘奕荣哦，只剩下1支拦网，那只能说洪宇睿拦得更漂亮。 好，一样这边也是一个1对1的机会，施宇翔。刚才4号位拿到分数之后，台电这边也请求了替补，也做一些在后半段做人员的调动。是。林志照在上。对，因为毕竟主场哦，应该都有各自的球迷到现场哦，所以教练也让每个人都有上场的机会啊。 接下来应该看起来是自由球员有碰到、哦。哇，这个球拦回来的力量、速度超级快，而且刚好打到李嘉轩呢，都来不及反应。16-21啊！防守位置完全开掉了。 一样往后给，哇，这网墙现在有点混乱，还是先球过网，组织快攻打后排，甘宝宏这球打得比较长了。 这个球感觉是他自己设定是想要打 touch out， 但是球来的速度刚好不是他想要的哦，所以其实攻击也没有办法掌握。那屏东台电今天应该可以上场的球员，应该都有获得上场的机会哦。对，在最后这几分板凳清空啊。 又是没有到位的情况，就是像这种球，就是真的只能依靠这个球员自己的本身的个人能力了。对。那但是在整场球赛的内容来说，出现这样的状况其实并不是好事哦。所以你就机遇很机遇战嘛。对。这 是3番2次攻击，攻了2波，第3波这没有举好，修正之后，哇，很敢打、啊，真的，
哇，选择在这个 timing 扣下扳机，哦。哦，台产这边都认为说球已经很开，我干脆不要直接放弃拦网了。对。哦。哇，这个想不到，直接出现了赛末点。对。 哇！现在屏东台电的场上真的阵容上面真的有够年轻的、哦，对，这应该现在目前年纪最大应该就剩应该是李嘉轩了啊、哦。但是刚才我觉得也是因为年纪很轻，所以像那种开网球他们很敢打。好，所以最后在今年2队最后一次交手呢，屏东台电呢是直落3击败了桃园台湾产险，25比18是第3局的比分。在整个3局呢，第1局是25比21，后面第2局、第3局都是25比18，而且分数大概都只花了25分钟左右，这也令人比较意外，因为在第1局双方还互有来回。 那照理说，台产在第2局跟第3局应该是会做一些修正，结果好像看起来碰到的问题，并没有在比赛当中找到改善的方式。没错，没错。现在当上学长，就是希望可以为球队多负一点责任，然后在学弟需要我的时候，就是能够当他们的定心丸吧。平安健康完赛，然后比去年更进步。我对自己的目标的话，就是努力打好每一场球，然后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今年我觉得不管是我带领大家，还是大家带领我，我就希望大家都可以互相扶持，带领各位彼此到最好的成绩。排球的话，我希望自己可以跳高一点，然后球点更高。希望我自己能够平安健康的完赛，然后再来就是能够帮助球队拿到更好的成绩。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今年我们重新再来，然后重新调整。然后重新的把稳定度跟抗压性再提高，那基本上我们就是要冲击冠军。这次回来台湾其实算蛮久违的，所以想要试试看，就是自己在外面学习到的东西，然后回来台湾打的感觉，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收获？还有跟学妹一起搭配起来的话，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火花？今年哦，就是健康的完赛，顺顺利利就好。这批的选手，然后可能大家一起重返荣耀。我觉得就是身体最重要了。比赛的话，就是把球队该表现的地方表现出来。我可以回到像之前一样在场上的感觉，因为毕竟有受过伤，但我就是希望可以为队上就是带来更好的表现。企
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我们赛后访问呢，首先我们恭喜台电拿下这场比赛胜利，然后要请善元教练谈一下，因为今年的过年时间比较早，然后放的时间也比较长，谈一下就过年回来之后，大家放完假回来之后有什么调整？那体能的部分是不是有特别需要调回来比赛的状态？对，因为过年今年我们全放嘛，然后加上其实我过完年之后回来我就不在球队，我都在国家队那边，对，所以都是正班教练在帮忙他们。帮我们练，对，所以应该体能上应该有特别加强，对。感觉上好像过完年回来的，通常休了比较久之后，第一场比赛的时候都会比较难打，对。觉得第一局的时候，感觉两边还比较生疏那种感觉，对，好像还在试探彼此，有这样的感觉是吗？一开始下去有啦，但是毕竟大学队他们会休的时间可能会比我们还要更长，因为像玉林他跟我说他休了12天，对啊，是因为他们休那么久回来。再打的话，那强度要马上进入状况的话，一定是会比较慢。对。好，那我们球员部分呢？今天访问2位的表现好的年轻的选手。首先宇瑞今天在这个主攻的方面，攻击上面很有成效，那看起来企图心很强。谈一下这场比赛教练团给你的一些设定跟任务，觉得自己的表现如何？然后在攻击上自己的路线选择、思考的方式大概是什么样？我觉得我今天在场上的任务就是，因为学长受伤没办法下去打，那我就要在场上也是算年轻球员，他就要扛起那个重责大任那种。对，那你今天打的这个感觉上几个攻击上面是蛮敢打的，企图心也很旺盛。虽然说当然是学长今天不是最佳的状态出赛，有受伤的伤势情，但是有顶上来，这个部分心理上有先做好准备。有啊，因为前2天就知道学长没办法下场打，他就给自己不要太大的压力，然后下场就是放开打这样。然后今天其实在这个在比赛的后半段，我们看到就是台电放了一个算蛮年轻的阵容啊。那刚好小 B 也可以聊一下，那这个作为比较年轻的选手啊，那谈一下这个赛季上半季，然后到季中过完年回来，你觉得自己的整个状态对比赛适应，谈一下这个部分。因为刚开始是第一次加入企业联赛，我觉得还算蛮生疏的，后面就慢慢渐入佳境这样。在后面对比赛的感觉呢？你刚刚说就渐入佳境嘛，觉得在哪个部分你觉得掌握的，你觉得现在是比在季初的时候来得好？不论是发球或是拦网攻击，就感觉都比一开始来的还要好很多。这样。好，那我们也恭喜地主球队台电拿到比赛的胜利。那我们的赛后访问到这边也谢谢3位，谢谢。谢谢。好，那真的要非常恭喜屏东台电却在主场日的第一周就顺利收下3-0的胜利。那其实这场球赛，台电一直到第1局到第3局，其实都有很稳定的一个表现。那反观到桃园台产，每一局其实在开局都有机会，但是到中半段之后就可以看得出他们的稳定度跟屏东台电确实还有落差。虽然说屏东台电今天有伤兵
所困扰，但是在整个换上来的，比如包含说刚刚受访的洪宇睿跟毕中远，其实都有很稳定的一个发挥，那也弥补了这些学长们不在的这个重责大任哦，那得到蛮多的一个分数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场球赛屏东台电真的相较于台产来说是发挥的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一点。对，确实，我们如果光看这刚才我们最后这个数据，两队的得分数其实没有真的差到太多，对，差个3-5分而已。是，但最后分数进攻的分数才得差3-5分，可是就是直落3，表示事实上在稳定度上面，两边在这场比赛呈现出来的落差就是比较大。对，那未来桃园台产一定要去加强在他们的接发球的部分，因为其实他们都有很好的攻击手，但是你接发球没有到位的情况下，你当然施展不出很多漂亮华丽的战术哦。是。好，那我们在这场比赛呢，就先到这边休息一会儿。稍后我们在今天的第3场转播要看到的是台北康体面对彰化三大有限，请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我是柏林东的球评洪金，向您说再会，我们稍后回来，谢谢，拜拜。